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头部的肌肉和面部的表情。头部肌肉呢，一般分为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皮肌，另一部分是骨骼肌。皮肌呢，顾名思义啊，它一端连接在骨骼上，另一端连接在皮肤上，这个就是皮肌。那么骨骼肌呢，就是两端都连接在骨骼上。在形态特征上，皮肌一般比较薄，它只需要拉动皮肤，所以说它一般比较薄，而且在外形上观察不到，也就是说它对人头部的外形没有影响。骨骼肌因为它要牵动骨骼的运动，所以骨骼肌要更厚实一些。那么皮肌呢，也是面肌，也叫表情肌，它是我们头部中呢负责产生表情的部分。那么头部的骨骼肌呢，属于咀嚼肌，它主要是负责头部的咀嚼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解剖图，这些就是不同角度的头部的肌肉。头部的肌肉看起来很复杂，但是呢，整个面部这里的肌肉啊，在外形上没有影响。刚才我们也强调了，对外形有影响的就是这个部分的骨骼。我们在外形人头部的外形上看到的，其实就是它的骨骼。虽然说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肌肉的造型，但这肌肉造型并不体现在外形上。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产生表情。那么看到下面这张图，通过颜色来区分了面肌和骨骼肌。前面这个粉色的这个部分呢，就是面肌，比较薄的，对外形没有影响的部分。那么后面的这两块，它就属于骨骼肌，它是咀嚼肌，比较厚实。当我们的口部在咀嚼的时候，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地方的颞肌在运动。当我们嚼东西的时候，可以把手指放在这个地方去感受这个肌肉的运动，包括咬肌这个部分，可以用手指用力摁一下，能够感觉到它厚实的这个特征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这张图，在面肌中呢有两个比较主要的部分，一个是围绕着眼睛的眼轮匝肌，另一个呢是围绕着嘴部的唇牵引肌、口轮匝肌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面部中，眼睛和嘴巴是最灵活的，产生表情也多靠眼睛和嘴巴。眼轮匝肌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眼眶部，一个是眼睑部。它们的收缩呢，就能控制眼裂以及这个周围的一个肌肉的运动。那么围绕着口部呢是口轮匝肌，然后这些玫红色的肌肉也都连接向嘴唇，这些呢属于唇牵引肌。那么连接到嘴唇的肌肉更多，也就是说我们嘴巴的活动更加丰富，表情更加丰富。让我们看一下这张图，分析一下各个肌肉的运动。在整个面肌的最上边呢是额肌的部分，额肌呢有左右两块，每一块呢都有外侧和内侧两个部分，这两个部分呢能分别运动，也能同时运动。当它收缩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与肌纤维相垂直的这个方向的褶皱，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抬头纹。额肌的肌纤维是走势呢是这个方向，它在收缩的时候呢产生的是这个方向的褶。我在空白的地方再画一个示意图。我们要掌握面部的表情呢，一定要理解这一点。比如说，这是一条肌肉，那么这条肌肉这一侧连接的是骨头，这一侧与皮肤相连，这里是肌纤维的走向。那么它收缩呢，肯定是这个方向收缩。它缩短了之后呢，是这样缩的。在它缩短之后，它们之间的这个皮肤，因为弹性没有肌肉那么大，所以说它就会形成这样的褶。它两端的距离缩短了，所以说它形成的褶是和肌纤维走向相垂直的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眼轮匝肌眼轮匝肌的肌纤维走向呢是环形的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其实在这里它是有起点和止点的，然后它在收缩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与肌纤维走向这个方向的褶皱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嘴部，连接牵动着嘴部的这一圈的肌肉，它们都可以成组的运动。比如说这一组在动的话，它就是把上嘴唇这个位置再往上拉动，然后这个呢是拉动嘴角，这个是向下拉动嘴角，这个是向上拉动上唇，这个是向下拉动下唇，降下唇。然后它们所有的肌肉呢都收缩，就是把整个嘴巴拉开。来看这张图，从这张图里呢可以更清楚的看到，在外观上
就是人产生表情的时候一些皮肤上的一些变化。第一张图，当眼裂增大的时候，是上边的这个额肌在收缩，额肌收缩之后产生的这种横向的褶皱。然后第二张图啊，这个是眼睑部，这个是眼眶部。你看眼眶部这边形成的这个褶皱，就是与这个肌纤维方向相垂直的。这边的肌肉呢在往这里运动，所以说会形成这个方向的褶。这边的肌肉也是相同的。只要产生褶皱，那么就有肌肉在运动，并且呢，肌肉运动的方向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褶皱的方向来猜测和判断出来。那第四个，这个是嘴角在向下拉，颏部在收缩。颏肌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它在收缩的时候呢，皮肤没有褶皱，但是呢，在前面这里啊，它会形成一些小坑，类似于橘子皮的形状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微笑时候的表情。人在产生微笑的时候呢，眼裂会眯起来，眯成一条缝，有的时候完全眯上。这时候在脸颊处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平时俗称的苹果肌，它会向上移动，把这个下眼睑向上推，下眼睑就隆起来了。它会把两个嘴角向外上方拉动，形成这种笑容的表情。这还有更多的笑的表情。这个就是笑的把眼睛完全闭上了，而且嘴巴张得更大。这种微笑，眼睛没有闭上太多，嘴巴是微闭的，但是呢，嘴角还是向外上方拉动的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惊讶的表情。惊讶的表情呢，眼裂是张开的，眼白露出来更多，瞳孔和虹膜露出的也更完整。下颌呢在向下打开，就是整个面部就感觉有一种张开的感觉，向上和向下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。从眼睛这里呢向上打开，然后从嘴巴这里向下打开，就形成了这种惊讶的表情，张开嘴瞪眼睛。这种打开的特征越大，这种惊讶的程度就越大。然后呢还有更多其他类型的表情，比如说委屈、愤怒、生气、嫌弃、悲伤、疑惑、坏笑。这些表情的产生呢，面部的运动呢，主要就集中在眼部和嘴部。其实鼻子是很少动的，鼻子呢，很多的时候也都是在这个部分，由于就是眼眶或者嘴唇、牵引肌这些肌肉运动，带动了鼻子上面的一些皮肤的运动。这节课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